流汗之后身上散发一点体味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明明没流汗，身上却还是有一股油腻味。日本人呢，甚至还把这种味道取名叫做加龄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老人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曾经发现老人家或是长辈身上会有一种特殊的体味吗？而且这种味道因为可能不太好闻哦，所以日本人呢更直接发明了一个词，把它叫做加龄臭。根据许多研究呢，这个加龄臭的确是年纪越大的人越容易有的特殊气味。但奇怪的是，明明有年轻人呢才20几岁，身上竟然也出现了类似的味道。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提前进入了衰老期，也有人夸张的说这是快要死亡的征兆。究竟这个味道是怎么产生的呢？如果我有老人味，是不是代表我已经老化到某个程度了？今天这期呢，就会从气味形成的原因开始，带大家了解这个问题，以及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但按照惯例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跟我一样喜欢看电影或纪录片来了解各种不同的故事或议题吗？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广告哦，因为我们要大放送免费序号，让你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够在家欣赏电影。Giloo 呢是一个台湾的线上影音平台，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展片、知名得奖的电影，包含像是纪录片还有剧情片等等，非常的丰富。而更特别的是，他们的影片主要都是以主题影展还有议题来做分类，所以观众呢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挑选不同深度题材的电影，拓展你的视野。而且在 Giloo 上面呢，也有志祺七七的线上影展，里面呢就有很多我们精心挑选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哦，包含了台湾内外日常生活或是社会议题。而且有些电影呢，甚至是 Giloo 的独家影片，只能够在 Giloo 才看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现在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到 Giloo 的官网注册会员，并且使用专属序号，就能够免费观看志祺七七影展里面的所有电影，一共30天哦。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故事还有议题吧。首先，在讨论老人味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气味。其实气味是来自于不同的化学分子例如像是温泉的硫磺味、新家具的甲醛味等等，都是因为硫跟甲醛本身就有味道。而大家常闻到的咖啡香呢，则是咖啡豆烘焙之后产生的芳香化合物。那我们又是怎么闻到这些味道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走进咖啡厅，还没有拿到咖啡就可以闻到这些香气呢？原来这些化学分子呢，会在空气当中扩散，被我们吸入鼻腔之后，当嗅觉受体接触到这些分子之后，就会向大脑传递讯号，来让大脑来辨别这个东西的气味是什么。简单来说呢，当我们闻到咖啡香的时候，就代表有一部分的这个咖啡气味分子已经进入到了我们体内。那当我们在厕所的时候，如果有闻到味道，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子。那话说回来，我们的大脑又是怎么样去分辨每个不同的味道的呢？其实想要分辨气味，就跟我们小时候要认识不同的颜色一样，那都是要靠后天学习的。举例来说呢，像是小婴儿就不知道咖啡是什么，所以当他闻到咖啡味时呢，只会觉得这是一股未知的气味。直到长大之后，他闻过的味道越来越多，大脑也已经记住了这些味道的来源，才会更清楚的去分辨并加以分类，就像是在扩充一个资料库一样。同时也因为是靠后天学习所以每一个人对于气味的认知其实都不太一样，非常的主观。像是硫磺味，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那是温泉味，有些人呢则会觉得像屁味。那哈密瓜呢，就真的也是有人会觉得那是一种哈味。不过就算是这样子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人对于气味也还是有着差不多的喜好，甚至习惯把它们贴标签。例如像是洋甘菊薰衣草的味道，我们很常呢就会觉得它们很香，而香的味道通常又代表对人体健康有益。那相反的，酸掉或是不新鲜食物的味道，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刺鼻恶心，并进一步的认为它是有害的或者是有毒的。而这样子的标签呢，有时候就让气味拥有示警的功能。为了避免瓦斯外泄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或气爆，有许多的瓦斯业者呢，都会在原本无色无味的瓦斯里面添加有恶臭的硫化物。因为这样子一旦是瓦斯外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察觉到，进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而同样的，换作是人体的体味，它们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和意义。像是狐臭或者汗臭，就会让人直觉这个人的卫生习惯可能不太好，进而留下观感不佳的印象。但如果是有淡淡的花草味或者是乳液味，不但可能会让人觉得跟这个人相处很舒服很放松，也会觉得他很整洁自律。另外，其实人类也很常会把气味跟特定的记忆还有经验做连接。
例如小婴儿因为一生下来就很熟悉妈妈的体香，而且知道只要闻到这个香味就是有饭吃了，或是可以被舒舒服服的抱着，所以就会特别的有安全感。那久而久之他们只要闻到这个味道，也就能够慢慢的平静下来。等等，那人体的气味又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我们的身体也会产出带有气味的化学分子吗？没错，其实我们的身体体表的分泌物，例如像是汗水啊，或是皮脂腺所分泌的油脂，都可能导致产生气味化学分子。而这边说的皮脂腺呢，是一种会分泌油脂的腺体，它的分布很广，几乎全身都有，只是不同部位的密集程度不太一样。通常最密集的呢，会出现在脸部啊、头皮还有前胸等等。而它分泌出来的油脂主要可以滋润皮肤、毛发，所以呢，如果太少，可能就会导致皮肤干燥、长皱纹；那太多呢，则会导致皮肤出油，或者是长痘痘啊跟粉刺。那不管是皮脂腺的油脂还是汗水，只要这些分泌物遇上皮肤表面的细菌被氧化还有分解，就会产生带有气味的成分。而且因为每个人皮肤状况不同，拥有的细菌种类不一样，所以产生的气味当然也会不同。另外，人在压力、疲劳的状况之下，还可能散发出类似臭鸡蛋的味道，因为当肝脏来不及分解的氨累积在血液当中，最后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并透过排汗到体表，就会出现怪味。日本学者呢，更把这种味道叫做疲劳臭。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老人味又是怎么回事啊？老人味其实是人体老化之后，皮脂腺退化，分泌油脂的量跟成分都改变了，才会逐渐形成的特殊味道。首先从量来看，因为当皮脂腺退化之后呢，油脂的分泌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平均，所以原本容易出油的地方，油量也会变得更多。例如像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脸部啊、头皮还有胸前等等。而从成分来看，当我们年龄增长呢，荷尔蒙浓度改变，皮脂腺油脂里面的 Omega-7 脂肪酸呢，它占的比例也会逐渐的升高。而这种脂肪酸被细菌分解之后，会产生二壬烯醛，类似鱼腥味啊，还有抽油烟的这个油烟味呢混杂的味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人味。那当然，除了老化的因素之外呢，有些长辈行动不便呢，无法很完善的清洁身体，或是如果平时有使用发油的习惯，也就是加重老人味的原因之一。不过呢，其实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现这样子的老人味。有一种情况也会让年轻人体表产生二壬烯醛的老人味，那就是代谢症候群。所谓代谢症候群，是指肥胖、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类代谢异常的现象。而其中患有高血脂症、肥胖啊，或是内脏脂肪偏高的人，通常就是最有可能出现老人味的。而另外，大鱼大肉、常吃油炸食物，以及睡眠不足、压力大、缺乏运动等生活习惯呢，有的会造成 Omega-7 的脂肪酸分泌增加，进而产生更多的二壬烯醛。所以，虽然年轻人飘出老人味，并不代表你是真的衰老了，但它的确是在暗示说你的健康可能已经亮起红灯喽。了解老人味的成因之后，或许我们就可以来想想如何开始改善这种体味了。对于长辈来说，老化造成的身体退化是无可避免的，所以最主要的呢，还是要适当的清洁身体、更换衣物。另外，为了让皮肤保持在湿润又不至于油腻的状态之下，也可以定期的去做保湿还有去角质。而至于年轻人呢，则可以先从饮食还有运动下手，例如多运动提高代谢，减少体内的脂肪，多摄取水分啊，还有抗氧化的食物，并搭配足够的睡眠。如此一来不但能够对抗代谢症候群，也可以帮助舒缓压力，连同压力造成的疲劳臭一网打尽。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在每天晚上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者从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好的，那话说回来如果有发现身边的人体味有明显的改变，我们觉得第一件或者是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吵到对方。毕竟在了解这些气味的成因之后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个气味呢真的不是每个人可以控制的。像是老人味就是因为身体老化而慢慢变老，本来呢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无可避免的事情。而像是年轻人可能比较会有的疲劳臭，这也是身体自然而然发出的一种讯号。但再换个角度想如果今天有体味的人是自己，应该也没有人会希望明明身体和健康已经慢慢走下坡，结果还要被别人嘲笑吧。所以大家身边如果真的有人有体味的困
困扰。或许我们能做的还是先关心他最近生活上面有没有什么巨大的变化或是压力，试着陪对方一起找出可能的原因，或寻求医生的协助来改善。那回过头来在查这一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人体真的很神奇，不但可以用气味判断外界有没有危险，还能够从体味来观察身体内部眼睛看不到的变化。这点和中医诊查疾病所用的方法望闻问切似乎呢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其中的闻也是借由病人的口气体味来判断病症的。那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中医一样专业，可以给自己呢诊查出病因，所以我们认为大家还是可以养成习惯，随时注意身体的变化，也许这样子呢就能够见微知著，及时的调整或是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吧。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想问大家，如果发现朋友身上疑似有老人味，你会怎么做呢？担心直接问会有点尴尬，可能送体香剂暗示他，B 开口关心对方最近是不是压力大有烦恼，C 想办法陪他一起解决，调整饮食多运动。D 我没有朋友，就算真的有呢也觉得不关我的事。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老人味的奥秘。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香水味太浓也是一种骚扰，以及味道才是本体的小贝贝。那么今天的7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